家是中国人情感的根基，是温暖与幸福的港湾。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高速发展，让中国人的家不断改变，持续升级。在科技创新、万物互联的新时代，中国人的美好生活与世界无限链接，愈加便捷，充满着前所未有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而科技创新是实现美好生活的保障和手段。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享受着高科技带来的生活进步，生活得更加美好。中国的高速发展，科技的跨越升级，让我们曾经期待的未来已经到来。从国到家，再到为美好生活努力创新的人们，正以无线互联更加智慧的加速度，创造着更美好的生活。新一年的圣诞季到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天气略有些寒冷，但街上依然洋溢着节日的暖意。对于欧拉来说，此时正是他一年中最忙碌也最开心的季节。他告别家人，赶往100多千米外的渔场。欧拉所在的渔场位于北大西洋暖流和纽芬兰寒流交汇处，大量的浮游生物为100多种鱼类提供了丰富的饵料。自然的眷顾让这里成为了久负盛名的海洋渔场。节庆将至，世界各地的订单如洋流一般涌来，尤其来自中国的客户逐年激增。欧拉和团队要用最快的速度为中国客人送去最鲜美的礼物。I think our job is to produce the best possible food, and the Chinese people love their food. So for us to provide a product we love to the Chinese consumer food they love, it's a very big privilege for us, and we enjoy doing that on a daily basis. 渔场向东8000千米，是中国西北最大的城市西安。元旦将至，辛劳了1年的人们要在这个时刻尽情地犒劳一下自己和家人。在中国，现代种养殖技术和便捷的物流，让曾经冬天吃不到的新鲜食材1年4季里应有尽有。如今，如何吃出新鲜感，成了中国人幸福的烦恼。再装一点，再装一个，再装一个。今天，雷江特地带上女儿来到市场采买，让她也感受一下节日的氛围。坐了啊！好，快，我追你来了。雷江要准备的是岁末年初最重要的一次家宴。至于压轴大菜，他准备玩点新花样。高速便捷的互联网催生出一个新的业态——网购。雷江的订单是这家互联网购物平台当天58万多条订单中的一个。智能手机在中国高度普及，5G 高速通讯、智能化的网购系统，加上无缝链接的全球物流，催生了全新的购物场景。线下逛街，线上网购，随心所愿，各得其乐。中国人享受着美好时代的幸福生活，只有想不到，没有买不到。在亚欧大陆的另一端，挪威的渔场正在快速处理着从中国涌来的订单。渔场必须尽快完成捕捞、切分、速冻和发货的工作，保证在24小时左右将新鲜的美味
送上中国食客们的餐桌。哇！Full klapp på första försök。这些还带着大海气息的鲜鱼，已经被标注了各自的身份证。这些信息被录入大数据系统，通过网络与中国的客户随时同步。从线上到线下，无缝衔接的国际物流，将地球两端的幸福紧密地连在了一起。此时，雷江已经赶到郊区接姥姥。今天，他精心筹备小别重聚的家宴，正是送给至亲们最好的礼物。即将踏上此次旅行的最后3000米。这一锅还可以。河阳的推餐。对于中国家庭来说，没有什么比年终岁末时一家人欢聚一堂更为重要。好，谢谢啊。在触手可及的互联网时代，这条产自大西洋的海域，仅用了1天时间，便完成了它的跨洲之旅，送来了远方的美好。好，你知道我们那个时候都吃不到鱼，我们那年下着大雪的时候，跟你奶奶去卖对联儿，旁边一个卖鱼的说：“我鱼也卖不动了，然后我拿我这鱼跟你换一下，换个对。”我说好，就送了2条这个大鱼。无界的美好。无界的美好。好。如今，中国每天大约有6亿人次通过互联网购物，在全国乃至全世界订购各种商品。万物互联，让无数的中国家庭与世界因为各种美好的心愿而紧密连接。有人选择在家团聚，也有人全家去线下厨房体验美食，尽情选择，自得其乐。现在各种进口啊，什么锅笼啊、面包蟹啊，现在各种进口就过来了，特别方便。喜欢吃肉丝，喜欢吃虾。1个星期7天，我能来4天。新科技改变着生活的方式，让无数中国家庭享受到了触手可及的美好，也让情更浓，心更近。李润光和女朋友走过了3年的爱情长跑，不久前甜蜜完婚。身份的转换，让他对居家事务的接管跃跃欲试。新婚燕尔，一切与家有关的事物，都在触发着这对新人的灵感。你觉得哪一款？我觉得只要如今是全空间保持中国智能家电产品种类繁多，到底选哪一款难住了他们。我感觉这个功能挺好的。爸喜欢喝茶，干燥的放茶叶啊，保湿的那一片儿还能放妈妈的化妆品、面膜啥的。我觉得还是买个带母婴的吧，以后有了孩子还能放奶粉。智慧工厂的个性化定制服务吸引了他们的目光。在手机上，冰箱的功能被拆分成了不同模块，如拼图游戏一般方便直观。他们为自己和父母，甚至未出生的孩子，
组合了一台私人定制的智能冰箱。短短数分钟时间，李润光的订单信息便通过移动互联网送达了智慧工厂的生产线。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后呢，消费者需要的不再是一个单个的产品，他可能需要利用科技创新来体验美好的生活，甚至来参与定制美好的生活。在40余年的时光里，海尔与无数中国企业一道，陪伴着中国人的生活。从手工打造到智能工厂，从传统家电到智能家居，它与时代在同步升级。如今，这座被科技赋能的工厂，正在用人工智能创造个性化的智能产品。不到1周，李润光和妻子精心挑选的冰箱到家了。健康的指数。小优，红烧茄子怎么做呀？现在为您打开红烧茄子可以做的菜谱。无线网络让冰箱内置的人工智能助手小优与云端时刻互联。原本高冷的冰箱，摇身变成了能说会道的新鲜管家。放首渔舟唱晚古筝。请开始欣赏美妙的音乐吧。它还是一个小机器人，比较适合年长人，对这个电脑不太很会操作。一叫小九，他就把这所有的问题，他都能给你回答出来。作为家里的新成员，智能冰箱从进入家门那一刻开始，便开始熟悉并学习家人的生活习惯。融入这个新家，是他的美好使命。我感觉这个智能产品肯定越来越渗透入我们的这个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肯定会对整个生活产生一个很大的改变。人工智能让需要人们干预的日常琐事越来越少。截至2019年，中国智能家居市场高速增长，产品出货量达到了8.4亿台。中国人开始进入到了更加智能的生活时代。轻松的工作，惬意的生活，因为 AI， 因为爱，变得更加触手可及。深圳，中国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深圳速度。从改革开放到万物互联的新时代，它一直是有志者的向往之地。查房换药安排病人，每天的工作紧张忙碌，但护士张文却乐此不疲。正是深圳的活力与机遇，吸引他离开了故乡，来这里寻梦。和所有来到深圳的人一样，张文们在这座充满机遇的城市成家立业，找到了人生价值。特别喜欢深圳，然后呢，我们一家人也慢慢的留在深圳了，然后现在在医院工作也挺开心的。早晨7点噻，血压有点高，今天早晨又冒凉，那你中午还算量个血压，好吧？千里之外的母亲是张文最大的牵挂。现代的通讯科技让母女俩能够随时随地的便捷沟通，多少弥补了相隔两地的遗憾。但最近让张文特别不安的是母亲的血压不太稳定，而千里之外的他只能远程关注母亲的状况，无法贴身照料。母亲呢，她因为个人的那个乡情亲情割舍不下，她也不愿意长期待在我们这里，她就一直强调，我在生活能够自理的时候，不是完全依赖你的时候，我还是想要自己的生活。做儿女的确实还是要尊重父母的选择。在中国家庭，两代人的不同选择，让儿女们不能时刻陪伴在至亲身边。虽然发达的通讯、便捷的交通，能让亲情穿越千山万水，但尽心尽孝的温暖却无可替代。如何更好地呵护老人，在每个时代都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家庭考题。2019年末，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经达到了2亿5千多万，中国正在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这些精致小巧的穿戴设备，
身材不起眼，却装进了智能感知、数据交互、云计算等诸多新技能。他们正在升級中国人的生活。去哪头都知道，这我这带的走几多路的都知道。这妈妈你今天走的路不熟了，我是冇走哪里的？他你都走了1-2遍米了，我觉得我有点放心。我们使用了可穿戴的产品，能检测到家人全天候的健康数据，能实时上传到远端的健康云平台。医生及患者的子女可以通过手机就能观测到家人的身体状况。这套智能可穿戴设备正是解决痛点的新方案。智能是它的标签，如同掌握着18般武艺的健康保镖。传感器实时监测着健康指标，高速通讯模块连接着远方亲人手机，敏锐的求救功能与附近的医疗机构随时同步。短短数分钟，精确的健康数据经过智能分析，生成出了一份医学健康报告，发送到了张文的手机上。生命体征是稳定的，然后他的睡眠状态也好的，也没有呼吸暂停特殊的情况。做子女的或者家庭可以去看，或者包括我们的医务工作者也可以去看他这些数据，可以提醒他提前去医院去检查就医，就是一种虽然距离很远，但是呢其实也很近的感觉。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而母亲身在故乡，她想要自己的生活，更不想耗费女儿更多的精力。尽管心有不甘，但张文还是尊重了母亲的意愿。他们约定，每年他都会接母亲来深圳一起过冬。而在无法陪伴的日子里，智能穿戴设备就会如家人一般，与远方的张文一起守护着母亲。智能穿戴设备是人工智能和互联网深度融合的创新，它将服务超过1万家庭。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智能穿戴领域最大的应用市场。中国人进入到了更加便捷、智能的健康时代，将在 AI 的帮助下穿越距离的阻隔，体会到亲情的脉动和科技的温度。家是中国人的港湾，在新时代被科技赋予了更多的形式。但不管路多远，不管等多久，还有很多的人期待着久别重逢的一刻。这是一个幸福的家庭，4世同堂，儿孙绕膝。向道超刚度过85岁生日，他在本该享受天伦之乐的晚年，却仍有一个多年未了的心愿。我总想着我的父母，没有他们我走哪里有我。晚上做梦时有会，老是有会转来转去的。两岸三通30余年，很多他的同龄人通过电话、信件等各种方式，与家人从分离走向团聚。然而，对向道超来说，几十年来，他用尽各种方法，家人依然杳无音讯。茫茫人海，寻亲犹如大海捞针。年逾耄耋的向道超本该安享天伦，但未了的心结让他时常沉默无语。都不会讲话，又不太会跟人家交谈。儿女们为了帮助父亲完成心愿，找到了北京的一家互联网寻人团队。在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的中国，科技正在帮助人们解决曾经如大海捞针般的难题。什么方式寻找过呢？这个寻人团队正利用互联网技术，帮助亲人失散的家庭走向团圆。他当时就是说，他这个爸爸已经要85岁了，找不到这个亲人。以前是有通信过，
但是因为搬家一些因素，所以他这个又断了联系。这封20年前由四川省寄来的信，是目前唯一的线索。在这张不到2000字的信件中，四川省开县这几个字引起了寻人团队的注意。有他那个村的类似村办公室。根据以往经验判断，如果向家的后人没有搬离重庆，他们强大的智能系统便可以大显身手。我们其实是利用了这个互联网的这个我们叫精准弹窗这个技术，只要用户他打开了这个手机定位，打开了这个手机的推送信息，你就会能够收到本地的这样的一个弹窗的信息。我们就是利用这个精准弹窗的话，在老年人走失的地方周围5公里或者10公里，甚至整个城市去推送这条信息。10年来的高速发展，让中国拥有了全球数量最多的移动通信基站，网络覆盖率全球领先，海量的用户为曾经大海捞针的寻人提供了充足的线索来源。智能寻人系统将寻人信息全方位、高精度地推送至目标手机上。3年来，依托新技术，他们为1万多个家庭寻找到了走失、离散的亲人。2019年8月12日，向道超的寻亲信息通过精准弹窗技术正式发布。短短10秒时间，21200人接收到了向道超寻亲的推送信息。1分钟之后，超过40万的重庆用户接收到了这条信息。在不到2个小时的时间里，寻人团队接到10位热心人的电话。然而，这10通电话中，经过确认，没有一个是向道超的家人。曾华和同事们的内心不免有些焦虑。寻人团队基于定位数据，更精准地圈选了重庆开州地区，再次推送信息。很快，第18通电话响起，正是这个电话为他们送来了一条关键信息。也就是4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就有收到一些热心的网友，还有提供在家乡侄儿的联系方式，我们就打电话去跟他核实，都能对上，那就可以肯定。
尽管年岁已高，85岁的向道超还是坚持要走10几里的山路，去祭拜自己的父母。妈，不晓得我那是干啥的，不相信儿子，在新科技的帮助下，向道超终于了却了半生的夙愿。就是两岸的这个情感，它其实是没办法割舍的。那我们两岸寻亲这方面的工作呢，其实就是帮助两岸架起一个沟通的桥梁。那我们也希望能够促进更多的两岸团圆，促进大家的团圆。数十年的苦苦等待，因为现代科技只用了4个小时就得以实现。科技的善意与温度，让人们亲情再续，让思念梦圆。中国的科技创新正在释放能量，帮助更多人回家。而在这个快速发展、无限连接的时代里，更多的人找到了自己的家。瓷都景德镇开埠4000年，用土与火淬炼匠心的祖辈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如今这里俨然成为了一座国际化的艺术城市。昵称杨景飘，是指来到景德镇学习陶瓷制作的外国人。他们加入到了中国陶瓷艺术创作大家庭，为这门中国传统工艺带来了独特的风景。法国女孩卡米也是杨景飘中的一员，带着对中国文化、对中国生活的向往，卡米来到了景德镇。工作室是她的创作天地，也是她在中国的家。我来景德镇第一次来有10年前，这个地方吸引我一种美的感觉。回欧洲以后一直在想这里，想在这种美的环境生活，然后继续做我的工作。所以我来了。融入是他最新的作品，而卡米也一直渴望融入中国。激情创作4个月的他进入到了瓶颈期。创作永远痛并快乐，因为在这里还有为他答疑解惑的家人。这个腹腔一定要通气，如果不通气的话就是跟人捂住鼻子嘴一样的，你在烧的过程中你出不来，知道吧？师傅不会太多的给我说一些好听的话，就是当他就是会不停的推我。帮我做得更好，更可以成功。半个月之后，在师傅的启发下，卡米终于找到了融入的路径。移动互联时代的中国，数不清的自媒体、社交平台、公众号。是人们自由表达、展现个性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卡米用他的瓷器作品当作媒介，呈现着他融入中国中西合璧的艺术表达。无界的社交网络，更让身在景德镇的卡米打开了全世界的朋友圈。这个馅要放多。对，这样。对，这样。对。来。好，1、2、3，看我哈。茄子。除了拥有远在天边的收藏者，卡米更有近在眼前的中国家人。因为这个事情，我们变成了朋友。他们觉得，这个姑娘不错了，我们可以做朋友。对，开玩笑的，这是。卡米在景德镇的小家，是一个真正的国际化大家庭。10场小聚，让这里充满家的气息。人气就是人多，不会那么冷。别的朋友给我他们的爱。
我的阿姨带给我一个妈妈给女孩的爱，师傅也像一种夫妻一样的爱。屋子里是一个温馨的小家，而走出去则是异彩纷呈、热火朝天的大家。在中国，早已不是咖米们艺术创作的匆匆一战，而是他们梦想与心灵栖居的家。据统计，2019年，中国陶瓷制品出口数量为2500万吨，出口金额达到了1000亿美元。中国文化的独有魅力，中国科技的强大便利，让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在中国找到了家的感觉。因为梦想，他乡变故乡，一种超越国界的获得感和归属感，正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尽情生长。这是一群光鲜亮丽、非同寻常的小家伙。杨昌霞亲切地称他们为贵妃。杨昌霞每天要伺候贵妃们16个小时，在他眼里，这些贵妃是他人生逆转的希望。11年前的一个傍晚，杨昌霞刚结束一天的工作，如往常一样，准备赶回家为丈夫和女儿做晚餐。而一个来自医院的电话，让她瞬间停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他中午都还好的，还好着了，下午就没了。丈夫突然离世，家里的支柱倒了。杨昌霞和女儿不得不回到家乡贵州铜仁，拿出了全部积蓄，租下了300亩山头。她把希望寄托在了贵妃鸡的身上。想不通我妈为什么要来这个山上养这个鸡，因为那时候来的时候这边什么都是破的，而且这里天寒地冻的，离那个城市也远。然后说，天哪，老妈这是干什么呀？这是贵妃鸡，这个是。所以呢，它这个褥子后来。贵妃鸡原产于欧洲，皮薄肉香，益气补血。这些被食客们追捧的美味，在杨昌霞眼里，是她重启人生的希望。然而3个月后，贵妃出笼待价而沽的时候，杨昌霞没有想到，在贵州铜仁，她精心饲养的宝贝，却失宠了。我去我们当地跑了3天4场，没卖出去一只鸡，尴尬。漫山遍野，能飞更能吃的贵妃鸡，一天要消耗400斤饲料，150升水，短短半个月，这些贵妃们就能吃掉一辆小汽车的成本。杨昌霞的积蓄已经所剩无几。广州、上海，这些食不厌精的城市，才是贵妃鸡最好的市场。而当时铜仁到广州的火车，需要26个小时才能到达。杨昌霞千算万算，偏偏没有算到钱货出山的艰难。就在此时，杨昌霞非但没有卖出1只鸡，反而收到了1纸诊断。2014年，她被诊断为直肠癌中期。我手术前一天晚上特别焦虑，要是手术出不来了，把这钱也花了，人也没了，这个孩子怎么办？我进去的时候，我就希望那个医生推那个车的时候慢点，多看看这外面，然后多看看他，就怕再也看不见了。铜仁到广州的漫长阻隔和突如其来的病痛，如同横在这个家庭面前的一座大山，翻过去，才是杨昌霞和女儿的明天。
我们过去也方便。杨昌霞的人生大盘终于触底反弹，移动互联的热潮更让他灵感迸发。杨昌霞每天早上会邀请一只相貌出众的贵妃一起直播带货，这些或可爱或娴静的贵妃每天都会吸引上千网友围观打赏。咱们家的小贵妃，有没有喜欢我们家的小宝贝的？转眼，杨昌霞已经累积了30多万忠实粉丝，客户们更隔三差五乘坐高铁来山里探望这些小主播。上海的客户、广东的客户都会来看我的贵妃煎，我也会做贵妃煎给他们吃。现在我们几乎80%都达成了合作伙伴。高铁的速度和直播的热度，成了杨昌霞的左膀右臂。搭乘着时速300多千米的高铁，杨昌霞的贵妃们飞往全国各地。1年数万只的销售量，让杨昌霞和女儿翻过了横在他们面前的那座大山。曾经祸不单行，如今双喜临门，杨昌霞的病情也得到了有效控制。母女俩和无数中国家庭一样，在这个飞速向前的时代，迎来了更加美好的生活。希望妈妈身体越来越好吧，然后找一个老伴再一起出去游玩，2个人拍拍照啊，和美美的，享受一下生活，看看我们这个中国的大千世界。京张铁路是第一条中国人自行设计、投入运营的铁路，100年时光似白驹过隙。詹天佑先生的雕塑依然凝望着崇山峻岭中蜿蜒穿行的高铁。历史与现实交织在这片天地之间，呼啸而过。高铁速度是中国的脉动，
更是幸福的温度。它载满了中国人的情感与梦想，连接着千家万户，连接着祖国的绿水青山，驶向更美好的明天。香港的脉动是医生陈凯旭的节奏，他每天都在与时间赛跑。以前，从香港尖沙咀穿越深圳湾大桥，抵达深圳罗湖区的诊所，60千米30分钟。陈凯旭时间紧张，压力不小。便捷的深港高铁是陈凯旭的快速通道，短短13分鐘便可以從香港直達深圳。去深圳北其實只係講緊10幾分鐘，去廣州都係1個小時，以前搭車要3個小時㗎嘛。2018年底，香港西高鐵站開通，到深圳僅需要13分鐘的行程。這如同打開了一扇時空與機遇的大門，每天有數十萬人往返粵港兩地。粵港澳大灣區催生的經濟共融與多元交通模式的迅捷互聯，讓美好生活成為了湘江兩岸溫暖的新常態。同樣是因為科技的力量，中國的青藏高原不再是神秘和遙不可及的代名詞。藏族女孩尼瑪平多正在用最時尚的方式講述從雪域高原走來的家鄉故事。2年前，尼瑪平多剛剛大學畢業，便從北京回到拉薩。家鄉的陽光、語言和文化都是他的思念。就從早上我上班，我可能會用手機打滴滴，然後到咖啡廳買東西，也會用到二維碼支付。拉薩的話，它已經非常普遍了，因為這樣的話也比較方便。尼瑪平多的夢想是為傳播家鄉文化盡一份力，而科技的力量讓他如願以償。今天我們主要講的直播的3個寶貝，也都是我們非常經典的藏地聖物款。互聯網直播是尼瑪平多的舞台，琳琅滿目的藏族工藝品都是講不完的故事。開朗樂活，100萬粉絲的他，正年輕，正時尚。尼瑪平多平日最期待的，就是每周幫助4季吉祥村的鄉親們做直播。4季吉祥村村民的主要收入來源是傳承了1000年的藏壇。每天敲擊近1萬次，每小時編織85個扣，每分鐘挽20個圈，是鄉親們嫻熟又快樂的日常。在無界互聯的時代，1000年藏壇從雪域高原走向世界的那扇門已經打開。看一下我們這個經緯紗和大樹之間要編個扣，他說這個就是打結的方式是可能是最難的。高原的色彩令藏壇散發出非凡氣質，而遇到尼瑪平多的鏡頭，變成了全世界海拔最高的帶貨直播。尼瑪平多的手機鏡頭讓今天的高原故事吸引了7萬多網友。村裡的高速網絡讓直播行雲流水，與世界同步。藏壇它用的是毛紗做這個它的經緯。直播幫助村裡的鄉親們與來自上海、伊斯坦布爾、東京、巴黎、新加坡等世界各地的買家建立了緊密連接。風靡中國的直播時尚，
让四季吉祥村如它的名字般吉祥如意。拉萨地区的物资人员已经开始集中返乡。在西藏，还有超过2万多像尼玛平多这样的年轻人，正在利用互联网跨越时空的屏障，向全世界讲述着家乡的中国故事。这里是世界海拔最高的航空港——拉萨贡嘎国际机场。3个小时后，四季吉祥村的藏毯将从这里发往世界各地。现在，西藏开通航线120条，仅在2020年8月，西藏民航航班起降5450架次，运送旅客61.5万人次，货油吞吐量5200多吨，而公路通车里程近10万千米，雪域高原的铁路超过2000千米，5G 通讯基站超过400个。新时代的网络不再遥远的天路，让中国的青藏高原与世界同前行，共美好。这是一个无线互联的时代，科技让家与世界紧密链接。这是一个飞速前行的时代，智慧让关乎美好生活的梦想不断实现与刷新。这是一个幸福改变的时代，我们的家，我们的国，有触手可及的温暖，更有无尽的期待。我们一起走过美好时光，你轻抚记忆的相框，那岁月温柔，盛满甜美回响。我们一起仰望，徐徐朝阳，我迷恋一路的晴朗，那青春如花，那温暖如我能够很实实在在的从数据来感受我母亲的身体状况，然后也很亲切的跟她去沟通，感觉2个人的距离就更贴近了。你的地域的鸿沟、你的年龄的鸿沟、你的这个教育的鸿沟，都会因为技术的进步被不断的弥合。因为我们的商业模式已经改变了，它已经开始变成无时无刻无地都可以买到他想要的商品。